你敢相信吗？13504，这不只是一个冷冰冰的数字，这是新元对印尼盾汇率创下的历史性巅峰。如果你现在站在新加坡和印尼边境的巴旦岛，你会发现空气中都弥漫着一种极度焦灼又极度狂欢的复杂情绪。为什么？因为印尼盾正在经历一场近乎崩盘式的暴跌，对美元一度触及17106的关口，成了全东南亚表现最差的货币，没有之一。你可能会问，印尼不是产油国吗？全球油价飙升，它不是应该躺着赚钱吗？怎么反而成了被收割的对象？这种反常的背后，其实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地缘政治战争。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全球能源的咽喉被切断，油价像坐了火箭一样窜上$100大关。而最扎心的是，现在的印尼已经不再是那个可以靠卖油致富的宠儿了，它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净石油进口国。每天100万桶的供应缺口，意味着每当油价上涨$1，印尼的财政口袋就要多掏出几亿新元。这哪里是在烧油，这分明是在烧印尼盾的信誉和底气啊！看到这里，你是不是也开始担心，这场汇率风暴会不会演变成新一轮的金融海啸？就在邻居印尼愁云惨雾的时候，新加坡却展现出了近乎冷酷的强势。你说奇怪不奇怪？新加坡连一滴原油都不生产，甚至连淡水都要进口。可在这一波全球通胀大潮中，新元却像定海神针一样，汇率一路高歌猛进。新加坡金融管理局 MAS 的操作简直就是教科书级的精准，他们果断收紧货币政策，直接把新元名义有效汇率推向高位。这种策略的核心逻辑非常清晰，既然全球的东西都在涨价，那我就让新元升值，用更值钱的钞票去抵消进口成本，把通胀挡在国门之外。这种强势防御让新加坡在乱局中稳如泰山，但也形成了一种极端的政策分化。一边是新加坡为了抗通胀主动让货币升值，另一边是印尼央行在保增长和稳汇率之间痛苦挣扎。美联储的利息迟迟不降，美债收益率居高不下，聪明的国际资本就像长了翅膀一样，疯狂从印尼流向更安全、收益更高的市场。这就造成了一个奇观，在东南亚的版图上，新元成了人人争抢的硬通货，而印尼盾却在资本外逃的泥潭里越陷越深。这不禁让人感叹，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，选择比努力真的重要太多了。面对贬值的压力，印尼普拉博沃政府选择了一条极其大胆，甚至可以说是孤注一掷的道路。哪怕外面的汇率跌得亲妈都不认识了，政府竟然坚持绝不提高补贴燃油的价格。这听起来是不是很讲义气？为了保民生、稳民心，政府决定自己扛下所有。但你要知道，这种英雄主义的代价是极其沉重的。印尼今年的预算是按油价$70编的，现在油价破100，再加上汇率贬值，进口原油的成本翻了几番，这个能源补贴已经变成了一个深不可测的无底洞，吞噬着国家整整15%的预算。这种刚性支出直接拉响了国际评级机构的红色警报。标普、穆迪、惠誉这些金融巨头纷纷投来怀疑的目光，惠誉甚至直接把印尼的评级展望下调到了负面。他们的逻辑很简单，如果你把所有的钱都拿去填补贴的坑，那你还有钱搞建设吗？还有钱还债吗？当一个国家的财政缓冲被消耗殆尽，它的信用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崩塌。现在的印尼正处于一个危险的循环，汇率越跌，进口成本越高，补贴压力越大，赤字越严重，汇率就跌得更凶。这种走钢丝般的财政游戏真的能一直玩下去吗？印尼央行行长佩里瓦吉约显然坐不住了，他必须在印尼盾彻底失控前打出一套组合拳。但这套拳法不是盲目加息，因为加息会掐死国内的经济增长，
它玩的是一套创新的流动性手术。首先，印尼央行引入了高收益的证券 SRBI 来勾住外资的心，潜台词就是别走，我这里的收益率绝对让你心动。紧接着，为了打击投机倒把，印尼官方下了一道死命令，个人换外汇的上限从10万美元腰斩到5万美元。这就好比是关门打狗，把那些想趁乱囤积美元的人给直接按住了。与此同时，印尼还在消耗外汇储备进行肉搏式干预。短短3个月，外汇储备就缩水了数十亿美元，每一分钱都是在替印尼盾挡子弹。不仅如此，印尼还在加速推进区域支付链接，试图绕开美元，直接用本币结算。这一系列精准的行政和市场手段，总算是在17100的关口拉起了一道防线。虽然外汇储备还能支撑6个月的进口，但大家心里都清楚，这只是用空间换时间。如果全球能源风暴不平息，如果中东的硝烟不散去，印尼央行的弹药库还能支撑多久？这场货币保卫战其实才刚刚进入最惨烈的下半场。把宏观数据剥开，你会看到现实生活里那些最真实的阵痛和狂欢。如果你是一个在新加坡打拼的印尼劳工，这波汇率波动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。新元升值意味着你寄回家的钱变多了近 40%， 原本只能盖个瓦房，现在可能够供孩子读个大学。2025年到2026年，涌向爪哇农村的汇款成了当地的救命钱。而在巴旦岛和名丹岛，新加坡游客像潮水一样涌入，他们手里攥着坚挺的新元，在这里享受着前所未有的土豪级消费。汇率差竟然意外地带动了印尼边境旅游业的畸形繁荣。但硬币的另一面是印尼普通家庭的叹息。在雅加达的街头，大米、食用油的价格涨了3-4成。由于汇率贬值，导致进口化肥和农资变贵，餐桌上的成本直线上升。很多印尼家庭已经开始在后院自己种菜，或者减少外卖支出。这就是现实的残酷。宏观上的汇率波动，映射到微观生活里，就是有人在新加坡的商场里庆祝购买力升级，而有人在雅加达的市场里为了一袋大米讨价还价。这种跨越国界的经济纽带，既是机遇，也是一种让人无力抵抗的宿命。我们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，其实都被这股巨大的金融洪流裹挟着前行。看到这里，你可能觉得印尼要重演1998年的悲剧了，但我得告诉你，2026年的印尼已经不一样了。虽然汇率破位，但印尼并没有崩溃，而是在尝试一种全新的防御型高增长模式。他们正在加速推进去美元化，和新加坡、马来西亚抱团取暖，建立区域货币结算体系。更绝的是，印尼正打算全面停止柴油进口，把自家产的棕榈油做成生物柴油，哪怕少赚点外汇，也要换取能源独立。这种安全重于增长的转型，虽然短期内会让财政吃紧，但长远来看，却是在构建一道坚固的护城河。这场新元强、印尼盾弱的博弈，本质上是东南亚各国在后全球化时代的生存实验。新加坡代表了极致的金融防御，而印尼代表了资源大国的自主觉醒。作为投资者或普通观察者，我们必须看清，3%的财政赤字红线是印尼宏观信用的最后阵地。一旦守住了，这就是一次浴火重生的调优；守不住，那就是真正的危机。在这场能源与货币的交响乐中，我们要听见的不仅仅是汇率波动的惊雷，更应该是那些在不确定性中顽强生长的信心。那么，如果你现在手握一笔资金，你会选择站在强势的新元一边，还是赌一把印尼盾的触底反弹？面对这种财富的大洗牌，你准备好调整自己的避风港了吗？